穆大少爷呀，可还记得我？一身军装俊逸非凡的男人面无表情的缓缓开口：是好久不见，殿下别来无恙哈。穆子言笑得比哭的还难看，以前也没问他的名字，说的长得白白净净的跟个小白脸似的，就随口喊他小白，简单好记。也因着他自己也没说过自己的姓名，于是这个称呼便让穆子言叫了整整3个月。他如何能想到，那个被他叫做小白的柔弱男子摇身一变成了堂堂王爷，不仅威风凛凛，更是实权在握，一点都不小。3年前重伤的他被他们穆家救回，伤还是他亲手给治的，按理说该是他有恩于他的，可问题是他在穆家感受到的羞辱远远大于恩情，是身为男人的某人被另外一个男人给轻薄调戏欺负的那种羞辱，还差一点被强了，夺了男人的清白。男人冷冷的目光足以让胆小之人窒息。穆子言垂头，他带了一支军队将我家团团围住，我如何能不知道他是来者不善啊？岂止是来者不善啊，恐怕是要我性命的心都有。殿下想要我怎样？穆子言定了定心神，让自己尽可能冷静下来，沉着应对。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殿下，当日得罪你是我有眼无珠，你要杀要剐我无话可说。嘴上这么说，穆子言心里头是怕的要死，他一点都不想死啊。靖王就这么看着穆子言，眼神中带着嘲讽，半天没说话。穆子言想了想，让尊敬的靖王陛下轻易息怒是不行的，毕竟他们之间发生过那样不可描述的事情，这些靖王殿下肯定都记恨着。穆子言的心中迅速酝酿出了一个计划，这么想着，穆子言就从身旁那人手里夺了刀刃。少爷，你要做什么？被夺了刀刃的穆家守卫吓了一跳，冒犯殿下是贱民的错，贱民无颜苟活于世，只好以死谢罪。穆子言说的义正言辞，一副随时要应勇就义的表情。说完，穆子言挥刀就往自己身上捅去，刀刃在距离身体还有不到10公分的位置的时候赫然停住，一双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手抓住了穆子言的手臂，阻止了他的动作。穆子言抬头，正是靖王本人出现在他身边，阻止了他往自己身上戳刀子。他什么时候过来的？我挥刀的时候他人还在马上，怎么一眨眼的功夫人就到我跟前来了？他是什么时候练就的这样的身手的？这还是当年那个任由我欺负的小白脸？王允许你死了。殿下不要我死？穆子言问，有些纳闷地看着眼前的男人。更近距离之后，穆子言能够更加清晰地感觉到从他的气场了，不同了，和3年前真的不一样了，变化真的很大。他既然记恨我，还搞出这么大的阵仗来，难道不是为了要我的命吗？死？哼，那未免也太便宜你了。靖王冷哼一声，那你想要我怎么样？死都不行？本王要你生不如死，死多容易呀，艰难的活着才是最难的。生不如死？穆子言心里发毛，本以为自己假死一回可以把问题解决掉，怎么个生不如死法啊？做个小太监，从此在本王的身边当牛做马，你觉得这个主意如何？一个犯了错的男人还有什么权？男人的羞当以同样的方式来报复。你要阉了我？穆子言惊呆了，我当年也没把你……话说一半，穆子言没敢继续往下说。我当年确实伤了他作为男人的尊严，可是我没让他断子绝孙啊，他居然要阉了我这么狠。问题是我身上本来也没有多余的东西可以阉呐。穆子言能拒绝吗？拒绝被带走，拒绝变成太监？答案是不能。人家直接带一支军队把他们家给围了，逼着他乖乖就范呢。哎，我好像真的惹了个大麻烦，我的好日子也要到头了，没有反抗的可能，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穆子言被关进囚车，押往京城。囚车在青衡城中经过，不少人认出了穆子言。这不是穆家那个败家子啊？怎么被抓起来？这败家子不学好，成天游手好闲的，亏得咱们穆家祖上积攒下的田地商铺，不然早就饿死了。我看呐，8成是他干了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所以才会被官兵给抓起来，真是活该。像穆神医一生救人无数，怎么就生了这么个不孝子？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穆神医走得早，要是他看见自己的儿子长成这副德行，还不得给活活气死？人们的议论声不绝于耳，有好奇穆子言犯了什么事儿的，有看好戏的，有感恩于穆神医而替穆家惋惜的。穆子言听见了，
了，本来这些嘲讽他的话就不少，只是现在听起来更加刺耳一些罢了。如今他沦为阶下囚，也只能由着他们议论去了。幸运的是，穆子言的母亲和义姐楚萧包围穆家的时候，他们并不在穆府，而楚萧好像也没有要迁怒他家人的意思。这一路上，穆子言被当作囚犯关押，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这次剿匪行动中被活捉的匪徒。这种事情要是换做别人，早就受不了了。穆子言倒好，该吃吃该睡睡，慵懒得像一只被人圈养的猫。没事干的穆子言脑海里不禁回想起3年前的情景来。那天他回到房间，义姐陈莎在房门口把他拦下了。穆陈莎年长穆子言几岁？怎么了？穆子言狐疑地看着陈莎。房内有个男人。陈莎兴奋地对他说道。男人啊？我的房间里面为什么会有男人啊？这什么情况？他的房间除了母亲和陈莎就没有其他人进去，毕竟他女儿身的事情不宜过多的人知道，哪怕是他们穆家的下人。我带回来的伤。陈莎说着用身体比划了一下，指明那人伤在哪里。只见他在自己身上指来指去的，意思大概是那人身上受了很多的伤。陈莎，受伤的人应该送到我们家的客房里面，我们家还有很多空房，不要丢到我的房间里嘛。穆子言习惯性摸了摸下巴。男人漂亮，喜欢。陈莎说话的时候一脸认真。不错，喜欢？哎呀，那太好了。他听陈莎这么说很是高兴。陈莎姐姐，你终于有看上眼的男人了。受伤了是吧？没事，他是你看上的男人，我这穆家的银针不是浪得虚名的，就算只剩下一口气，我也给你把人从鬼门关弄回来，让你们做一对双宿双栖的神仙眷侣啊。穆子言此刻就像是盼着女儿出嫁的老父亲，一把辛酸泪。陈莎说，伤很重，快死了。没事儿，有少爷我在呢，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少爷我一定给你治好了。穆子言拍胸脯保证道。好，治好他。治好了，你和他生宝宝。跟他生个宝宝？等等，穆子言被吓得不轻。陈莎，你知道生宝宝是什么意思吗？穆子言不确定有没有人跟陈莎仔细讲解过这个问题。知道啊，你和里面的睡一起，然后就有小娃娃了。娘不开心，说你没有宝宝。陈莎一脸认真地说。听他这话，穆子言大概明白了，大概是娘亲开始担心我的事情了。娘担心的话估计被陈莎姐姐听了去，陈莎姐姐一向最在乎娘了，见不得娘不高兴，于是就不知道从哪儿得来这个生娃娃的办法，还真给我弄了个人来让我生娃娃。穆子言真是无语凝噎，看着满脸认真的陈莎，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这件事情。先进去看看人吧，穆子言想，再怎么样人已经被弄里头了，还是个快死掉的，怎么说我们穆家也是个心灵世家呀，人也是陈莎姐姐带回来的，总不能让人就这么死在我的房间里头了吧。陈莎姐姐，你说的我知道了，不过就算我要跟里面的男子有什么，那也得让我先见见他呀，然后等他的伤势养好了吧，生宝宝什么的得养好了身体才行，我认真的。陈莎，拿那边的药箱过来。穆子言手上已经开始忙活起来了。他们说好看的神生的宝宝也好看。陈莎说，所以他就把这个差不多快死掉的男人给捡回来了，因为他长得好看。你做什么？因为身体受着伤，被包着纱布，这会儿不好动弹，便只能用骇人的眼神警告穆子言。怕什么呀？你受着伤，我若是想要伤你，你还会活到现在吗？穆子言轻言笑道，然后大大方方地把被子掀开。被子下面的男人上半身是裸着的，身上缠着很多纱布，还是白了些，倒也没有想的那么文弱。这身上的肉是结实的，可见是有锻炼的。这伤嘛，也确实都是些外伤，有几处伤到内脏挺严重的，若是施救不及时的话，怕是小命难保。醒了，什么时候事情？陈莎一见人醒了就十分高兴，然后迫切地问道。此话一出，穆子言僵住了，床上的男人也僵住了，房间里的空气因为侍寝二字凝固了。这个词语陈莎姐姐是从哪里听来学来的呀？到底是哪个混蛋教她可爱的陈莎姐姐这种词汇的呀？睡最怕突然的安静。什么事情？你说什么事情？你看清楚了，我是男人。男人的声音里充满了不可置信。你敢碰我一下，我将你碎尸万段。看着衣冠楚楚的年轻男人，谁想竟是个衣冠禽兽。男人还没有动，只是用目光恶狠狠地瞪了穆子言。他想要动也动不了啊，人都缠成木乃伊了。再凶剁了喂狗。
陈莎也凶巴巴地说道，转念一想，不对，于是又补充了一句：是请了再度。又怕自己说的不够清楚，陈莎又补充了一句：和少爷睡够了再度。陈莎见不得别人凶穆子言，她看男人对穆子言凶，当即目露凶光。你最好现在就把我杀了，士可杀不可辱，还睡够了才杀，当我是什么？穆子言心里头那叫一个冤呢，眼前男人看自己的眼神就好像在看一个怪物，又好像是在看一个色魔。哎，陈莎，你先出去，我和他先培养培养感情。穆子言随口一说，为的是先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陈莎姐姐支开吧。你想干嘛？陈莎一走，房间里面就剩下穆子言和男人两个人。男的反应就更加激烈了。穆子言想了想，先拿了根针往男人身上一处穴位扎了一针。这一针呢，是为了让你额骨这块使不上劲儿，虽然会让你说话有些糊，但我能保证你不至于太过激动咬舌自尽。啊，你也别这么看着我啊！我知道你不会自杀，我这是以防万一。你如今在我的房间里睡我的床上，你要是死也不能死这儿啊，多影响我日后的睡眠质量啊，是不是？再说你生得这么好看，咬舌自尽死相太难看了，太对不起你这张祸国殃民的脸蛋了。身为男人居然对男人有非分之想，你简直是天下男人的耻辱。这男欢女爱也好，男欢男爱也罢，凡事都讲个缘分，你这般一口咬死也不太好吧。变态！男人咒骂道，哼，好像蛮有意思的，要不就好好珍惜一下。变态啊，你这么说的话，我要是不做些变态的事情，岂不是白白挨了你的骂？说完便将床上被子整个扯到了地上，这一下可就真的闹大了。床上的男人还穿着白色的亵裤，穆子言此刻的目光就盯着了那条遮羞裤。穆子言的手指落到裤腰上，食指轻轻地勾了勾，动作轻佻，举止暧昧。他稍一动作，身下的人便颤了颤，那白白的肌肤上沁出密密的小汗珠来。穆子言便发笑，紧张成这样，是有多怕自己被一个男人给欺负了去啊？看在他这么难过的份上，穆子言稍作解释道，你大腿靠近根处有一处严重的刀伤，若是不好好处理，你这辈子就别想走路了。我不给你把裤子脱下，如何看清楚你的伤势啊？住手！王八蛋，你住手！穆子言看着他那愤恨的样子，不由得好笑，想着他若是真如易姐想的那般把这男人给睡了，那这男人岂不是得疯了？俗话不是说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吗？你这命是我救的，以身相许给我也不亏啊，讲道理嘛，对不对？无耻、卑鄙、下流、禽兽、变态。楚萧用尽各种词汇来辱骂穆子言，词汇量不错。骂了半天，穆子言不为所动，还轻飘飘地评价了句，这让楚萧顿时连骂人的心思都没有了。楚萧干脆将自己的眼睛闭上，哼，安分了，安分了，好啊，那他就可以安静地给他看伤势了。罢了，你好好休息吧，就你现在这身子啊，啥事也干不成。穆子言决定还是先不闹他了，他怕他再这样闹下去会当场气绝身亡。楚萧此刻心中想的是，他要拒绝喝药，拒绝上药，他宁可就这么死掉，也不要养好伤。等伤好了，便是自己要受更深的屈辱的时候了。要死也得死得清清白白的呀。穆子言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要是早知道这货是靖王，当初就该好生伺候着，绝技不能生出调戏之心来啊！下来。囚车门打开，一个侍卫粗暴地将穆子言从囚车里拽了出来。穆子言抬眼看，发现自己已然身处王府内了。侍卫拉着自己往前走，看这节奏是要去净身房啊！这也是楚萧选择这个刑法来报复穆子言的原因。一刀下去，再大的仇也消了一半了。可他再怎么行为举止像男人，身体构造上依旧是个女人，本来就没有东西可以割的他，到了净身房要他如何收场？能把给他净身的太监敲晕吗？万一楚萧跑来看我净身的过程怎么办？那场面会不会十分的尴尬呢？会很刺激吧？快！老天爷没给穆子言更多的思考时间，人就已经到了净身房了。净身房里面一群太监看到有男人被五花大绑的带过来，丝毫都不意外，反而是娴熟的指挥侍卫将人拖到大床上去。走过来一个老人家，是不是太监穆子言不知道，年纪很大的样子，满头的白头发，眯着个眼睛，走路还不稳当。
穆子言见那老头手里还拿着一把小刀，刀不大，却是很瘆人的。刀锋映着亮光，可见其锋利度。这一刀下去，那就百子千孙、子子孙孙都玩完了呀！即使是当下无物的穆子言，此刻也不由得后背一凉。老头拿着刀的手在那里抖啊抖的，让这么一个老头来操刀，真的没问题吗？那把人给我按好了，别乱动，乱动我这刀子不准，可是要出人命的。是，小的们知道。你老不用每批都叮嘱一遍，我们哪次出过错不是？把他的袍子给我撩起来，裤子脱了。不好了，走水了，走水了！不好了，走水也就是失火，听声音很近，好像就在旁边。众人一着急，便忙跑出去。老头走不快，想出去看看也跟不上。哎呦，这是怎么了？怎么就走水了呢？哎呀，可别烧过来了！老头在原地站着，着急的跺脚，嘴里还念念有词。穆子言被绑在床上不能动，就算其他的小太监都走了，他也跑不了啊。过了一阵儿，人都回来了，一个个灰头土脸的，估计是救火给闹的。哎呀，吓死个人了！是旁边烧水的屋子，那婆子没留神就走水了，差点烧了整间屋子。血气淋了都咱们健身房了。那小太监嘴里嘀咕着回到了老头的身边。这样啊，哎呀，那婆子真没记性，王府里怎么留着这么没用的婆子呢？早该遣出去了。这人净完身了，带走吧。这就净完了？小太监诧异道。怎么，你怀疑我？你这小兔崽子，我在净身房这么多年出过岔子吗？没。小太监忙道。老头，我割了这么多年的命根子，这男人裆里头有没有玩意儿，那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我平时不就教你看着来的吗？自己看看，这人裆里面还有东西吗？穆子言听到老头的话，也是一脸的懵逼。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老头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这么说？是他被刚才的混乱给吓傻了？反应过来之后，见他裤裆里没东西，就觉得已经割完了？还是得了老年痴呆症，忘性大？还是说有别的什么原因？穆子言皱着眉头想。你再磨蹭，晚上不给你饭吃。是，奴才马上去。对了，老师傅，宝贝呢？宝贝？老头指了指桌上的一个锦带。不是在那儿放着吗？拿去和名牌一起挂起来吧。是，奴才知道了。哎，老天爷呀，你要惩罚我意思得了。眼下的这惩罚是不是有点过？我好好的一个大少爷，高富帅，前途无限光明，如今变成了太监，不仅失去了身为男人的尊严，还要去伺候人。越想，穆子言越心塞。听说没？这里头刚住进去那个小太监是个世家公子，因为开罪了靖王殿下，才被抓进宫来的。世家公子啊，那些个公子哥成天不可一世的，不拿我们这些奴才当人，现在还不是跟我们一样吗？门外传来两个小太监的对话声。要不我们就给他一些苦头吃吧。我也想啊，不过我们现在还是不要乱来的好，这毕竟是靖王殿下带回来的。靖王殿下特地让人把他送到这里来，还给了药，像是不想他死掉的样子。殿下的心思我们不好猜，要是做的不妥当，让殿下不高兴，我们可就小命不保。你说的有道理，还是看看再说。穆子言躺在床上，眯着眼睛看门口，只见一个丫鬟模样的人提着一个盒子进门了。他粗鲁地打开房门，大手大脚地进了门，手里面还拿着一个盒子。我是殿下派过来的，这2天照顾你起居。女子道，口气不是很好。照顾我起居？穆子言眯了眯眼睛，打量了几眼。这丫鬟长得真心不错，水灵极了，身材也是上等，该凸的凸，该细的细。穆子言想，放着个这么水灵的妹子到他身边，肯定不是因为对他好，相反的，让一个刚被阉了的男人和一个美女朝夕相处，时刻提醒着你，再水灵的妹子都跟你没关系了，你啥歹念都生不出来了，就是一件极为侮辱的事情。你给我听着，我叫朝露，不过朝露这名字不是你能叫的，以后见了我能别叫我就别叫我。除了这几天照顾你，我不想和你扯上太多关系。这几天我会负责你的伙食和你的药，你不要给我惹麻烦，听到了没有？女人的口气不好，心里面颇有些怨气。知道了。穆子言佯装虚弱地说道。还有，从今以后你便叫做小木子了，说是殿下喊你，别忘了答应。小木子？对于这个称呼，穆子言内心是千万个不愿意的。这烧露姐姐，你来照顾我这个太监，真是太委屈你了哈。穆子言问他，这么漂亮的妹子，要是被哪个主子瞧上了，那该是要好好疼爱的呀。楚萧怎么舍得把我放到自
自己这里来做苦力？难道不是应该把人收进房里面好生疼爱吗？你知道就好，知道的话就安分一点，别给我惹麻烦，不然我要你好看。朝露妹子警告穆子言，穆子言现在刚受了宫刑，在这王府上又是处于食物链最末端的那个，朝露想要给他难受简直太容易了。是，我尽量不给你添麻烦。那朝露，你可有缝补衣服的针线？穆子言问道。没有。朝露不耐烦地拒绝了穆子言，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别想那些乱七八糟的，除了吃的和药，我和你之间没有别的关系。和一个太监扯上关系，还要伺候他吃饭，真是倒霉死了。然后他走过来给穆子言喂饭。快点把饭吃了，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忙呢。话音刚落，就见朝露往自己嘴里不停地塞饭，饭粒也因此掉得到处都是，丝毫没有照顾病人感受的意思。给塞了一嘴的饭，腮帮子鼓鼓的，穆子言无语。他原本以为这妹子只是有些不情愿，没想到这妹子直接将他内心的不满给表现的实际行动上来了。你给我脸色看我无所谓啊，但你要虐我可不行。穆子言憋了口气，然后一口气把嘴里的吃食都给喷了出来。朝露愣在当场，穆子言这一喷全都喷到他身上去了，从头到脚无一幸免，满头的饭粒儿还夹杂着菜叶子，就好像刚刚从泔水桶里走出来似的。你朝露傻了，愣了好一会儿。你这个贱奴才！等反应过来，朝露便不顾形象地骂了起来。对不起。穆子言一脸的无辜。我吃饭喜欢细嚼慢咽，你这么快我适应不了。好啊，看我不打死你！朝露气急了，便转头去找工具，一副要好好教训一番穆子言的样子。你可别打我啊！我现在身子这么虚，一不小心就能被打死了。死了我倒也痛快了，就是不知道你要怎么跟殿下交代。朝露举起手停在了半空中，说别的朝露不怕，说殿下朝露就顿住了。其实你不用那么麻烦的，我这人很容易噎着，你不好好喂，我很快就会噎死的。穆子言弱弱地说道。朝露脸色一惊，那他妈你不会早点说吗？把我弄得这一身，你赔得起吗？朝露大骂道。不能打了，就只好骂个痛快。穆子言剧烈地咳嗽了起来，一副气急了喘不上气来的模样。你叫我狗奴才啊？我现在是奴才了？我之前还是个大少爷呀。喂，你别说话，先缓口气。没事，只是想到我如今的处境，我这奴才的身份，我的心就好痛啊。穆子言泣不成声，表情继而继续狰狞了起来。朝露忙走过来，什么怨气都给吓没了，眼里只剩下了害怕穆子言一口气没上来直接去了。毕竟一个男人成了太监，身体和心理都受到了巨大的创伤，而这穆子言长得白白净净的，估计从小娇生惯养的，身体也不怎么好。你先冷静一点。朝露急了，努力挤出一些安慰的话，试图让穆子言的心情能够平复一些。我知道我以后就不是个男人了，我再也没办法给我们穆家传宗接代了。我们穆家到我这一代就绝后了，我就算死了也无颜去见我穆家的列宗啊。穆子言越说还越严重了。你别这么想啊。朝露赶紧说，你先休息一下，事情也没有那么糟糕，殿下没有赐你死，是对你的恩典，你要记着好的。去娘的恩典！穆子言在心里翻了个白眼，连安慰人都不会，就不要学别人搞虐待啊！你让我自己一个人静一静。穆子言道，哼，懒得跟这个女人继续磨蹭。你不会是想寻死吧？那不行。朝露说，我自己一个人想死也死不了啊，我连床都下不了，哪有力气自杀呀？要死也只能是被害死。朝露想了想，那我去弄一份新的饭菜过来，一会儿就回来。你别想其他的幺蛾子啊。此时王府的另一处，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头迈着蹒跚的步子到了七皇子的书房。参见陛下，您吩咐的事情已经办妥了。老头抬起头来，正是刚才给穆子言阉割的那位老人家。楚萧点了点头，这件事情除了你之外，我不希望有其他人知道。殿下放心，这事儿净身房的其他人是一概不知。老头答道。你退下。是。老头从楚萧的书房退了出去，到了门口直起身子，
捋了捋胡子。说什么男人，分明就是个女娃娃嘛！老头在净身房待了大半辈子了，隔着裤子也能认出来是男是女。假不了，殿下带回来的那个分明是个女的，还非要说成是男人。谁说靖王殿下不近女色的？这不就弄了个女人在自己身边吗？这殿下的心思还真不是我能猜的。好端端的还把人打扮成太监，莫非这是他们年轻人的情趣？老头笑了笑，不去多想。反正靖王殿下不想让别人知道，那他就绝口不提。靖王在庭院里面召见穆子言，穆子言远远地看见靖王坐在那儿。上次见他是一身军装，看着好不威风，这回换了便装，看起来没有那么吓人了，但依旧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穆子言把头压到最低，小心翼翼地跟在太监的身后。穆子言心中暗想，殿下，人带来了。楚萧淡淡的应了一声，听不出来他是个什么态度。时间有点久，穆子言的腿有点发麻了，半晌，穆子言的脚麻木的失去了知觉。尊贵的靖王殿下终于开了尊口：把头抬起来，你是见不得人吗？废话，都被你淹了，当然是见不得人呐。穆子言在心头里嘀咕。穆子言把头抬了起来，迎上楚萧打量他的目光，自己的表情则是挺委屈挺害怕的。穆子言，当初你那样对我的时候，可有想过自己也会有这么一天？堂堂穆家大少爷，如今成了一个卑微到不能再卑微的小太监，人生落差如此之大呀！穆子言在心里翻了个白眼，我要是能想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我发誓当年一定把你当成一尊活菩萨给供起来。穆子言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肯定不能这么回答。是奴才有眼无珠，是奴才的错。穆子言一副后悔莫及的样子。你这奴才叫的倒挺上口。楚萧评价道：是奴才，是奴才，殿下恕罪，恕罪。穆子言语无伦次的求饶，看起来就是个胆小如鼠的废物。没想到穆子言受了惩罚，竟然会变成这副无奈。你爱听啥我就跟你讲啥，反正本少爷没皮没脸。这还是当初那个不可一世的穆子言吗？身上还有一点昔日调戏本王的影子吗？毫无尊严可言，比宫里的其他太监都不如。看来你确实挺适合做这奴才的。楚萧评价道：是，奴才是个废物，是废物，殿下饶命，殿下饶命啊！穆子言说话的时候还带着哭腔。穆子言垂头，一副奴才样。从今年开始就好好学着怎么做好奴才吧，让本王好好看看，除了穆家少爷的身份之外，还有些什么本事。是，穆子言连声应道。楚萧说完之后，又看了一会儿头都不敢抬的穆子言。楚萧不知道穆子言不敢抬头是怕自己的表情表演的不到位，露了馅儿。楚萧走了，穆子言站了起来，眼睛里透着亮，与刚才楚萧在的时候判若两人。等到第7天的时候，一个小太监过来丢了一身太监衣服给他，让他赶紧换好衣服出来等候差遣。然后穆子言把衣服换好了，一出门就见朝露面色不善地看着自己。这些天这个女人一直用这种眼神看着自己，穆子言差不多都习惯了。去干活，今天你就负责打扫庭院。朝露对穆子言说道：是，朝露姐姐，你说的庭院是哪里啊？不就在这里吗？从那边到那边都是你今天要打扫的地方，这里的每一处地方都要打扫干净。这里啊？穆子言扭头看自己身后偌大的庭院，这么大一块地方，难道要交给他一个人来打扫？朝露姐姐，你说的庭院是指这一整片？穆子言还抱有一丝的希望，结果他看到朝露把头点了点，脸上有些得意的笑。全部？朝露姐姐，这地方太大了，我一个人怎么打扫得完啊？你自己想办法。朝露说。谁管你？穆子言叹息一声，好吧，我知道了。楚萧本来就是想要折磨他来着，而这朝露肯定也对自己有诸多不满，要是轻易能干完的活儿，也没必要给他做了。这么想想，穆子言就没什么好说的了。穆子言化身苦命小太监，拿着一把扫帚，开启了他打扫庭院的工作。我扫。穆子言知道自己一定是扫不完的，所以该歇息，该偷懒，坚决不虐待自己。朝露发现了，便要穆子言好好做事儿。穆子言给出的回答是：我刚刚受了宫刑，身子虚，没办法啊。朝露说了穆子言2次之后没什么作用，也没辙，只得作罢。穆子言的鼻子被撞了一下，翘挺挺的鼻梁骨被撞得生疼。你这个小太监，走路不看路的吗？居然撞到本侍卫！男人指着穆子言斥责道：你这侍卫好生大胆，竟然擅离职守！穆子言抓住先机，一把抓住男人的胳膊，做事要将人拉走。跟我去见府里的管事。穆子言可不笨。别！男人立马慌了，另外一只手按住穆子言的手。公公有话好好说，千万别带我去见我上司。穆子言笑了笑，
所以你真的是擅离职守了？是，小公公，你别说出去，大不了我给你些银子。男人忙道：银子嘛，倒不用。穆子言说：那你要干嘛？我跟你说，你告发我一点好处都没有的。男人警告说：让我不告发你也可以啊，你得告诉我你来这儿的目的。这里是靖王殿下的地方，你一个侍卫鬼鬼祟祟的出现在这里，难不成是想图谋不轨？我才没有。男人说：我是。男人话还没说出口，只听得他的肚子里咕噜的传来一声，男人顿时羞得满面通红。穆子言一愣，他跟他一样是来厨房偷吃的呀。原来是同道中人啊。嘿，你当差不管饭的？穆子言笑了。哎呀，实话跟你说了吧。男人想了想说：我前几天得罪了楚萧，那个小心眼的男人就去告诉我爹，还有被我爹臭骂了一通不说，我爹还将我送到王府里来当3个月的护卫，说是将功赎罪，王府守卫是有饭吃，可那一点都不好吃，几天下来我都瘦了一圈了。穆子言可是一点也没看出来他哪里瘦，不过他这话倒是让穆子言有了个大致的了解，这男人敢直呼楚萧的名字的，又提到自己的爹，恐怕是个非富即贵的家伙。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吗？说的好像真的似的。你说你是得罪了殿下才被罚3个月的禁卫军的，那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你父亲是谁？穆子言问道。你这小太监，难不成我还会骗你吗？男人对自己遭到质疑很是不满。本公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韩月明，我父亲就是定国公。还真是个王公贵族之后，他的猜想丝毫没错。这男人身上确实透着一股子公子哥的脾气，小心驶得万年船，这可是在靖王殿下的府中，我总要确定你不是贼人吧？穆子言道。不过如今确定了你的身份，那我也就用不着怀疑你了。你饿了是吧？你一身侍卫装扮要进厨房去拿东西不容易，不如我进去帮你拿吧。你说真的？韩月明顿时眼睛一亮，我骗你做甚？穆子言说，他当然要进去帮他拿吃的呀，因为他本来就要去偷东西吃，偷1份是偷，偷2份也是偷。你在这等我啊，别出去，你这打扮太显眼了。穆子言说。我在这等你。韩月明连连点头，一副乖宝宝的模样。穆子言不由得好笑，这么大个人了，感觉还跟个孩子似的，萌萌哒。穆子言走了出去，他刚才已经观察过了厨房里出入的人、负责的人以及那些粮食摆放的位置，现在他要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走进去，假装自己是替主子拿吃食的。韩月明本来还担心穆子言会不顺利，结果他很快就回来了，手里还提着一个很大的食盒。食盒打开，里面满满当当都是吃的。韩月明笑逐颜开，天哪，我好几天没吃到这种像样的东西了。说完，韩月明便兴奋地吃了起来，吃了2口，发现穆子言也在吃。你怎么也在吃？韩月明问道。这么多吃的，不吃完太浪费了。你说的也对，这么多的我一个人肯定吃不完，那你多吃点，这些都不错的。最后2个恶鬼吃撑了，纷纷倒在地上拍着肚皮，十分的慵懒。对了，还没问你这小太监叫什么名字呢？韩月明吃饱了才想起来问穆子言的名字。我叫小木子。小木子，我记住你了。韩月明说。等过了这3个月，本少爷熬出头了，一定不会忘了你这顿饭的。韩公子说的这话可是当真？自然当真，我韩月明岂是言而无信之人？这个韩月明看着有些孩子气，但好像应该是个讲义气的人。瞧他现在和他一个太监有说有笑的，也不似一般公子哥那么世俗。那下次你进宫来的时候，可不可以帮我带一套银针过来？穆子言说道。银针？什么银针？你想要干嘛？我被卖做太监前学过一些针灸之术，虽然只是皮毛，可是我一个小太监在这王府里头磕了碰了也不好都找大夫看呢，药也吃不起，倒不如自己针灸一下来得方便。但王府之内也没个卖东西的地儿啊。你说的有道理，一个小太监让你也拿几根银针做不了什么坏事，最多也就给自己扎上几针吧。那好吧，我记下了，有机会给你带过来。韩月明答应道。对了，韩公子和靖王殿下是好友。听到张口闭口叫人家楚萧，言语中还透着股亲昵劲儿。好友？韩月明苦笑。有什么好笑的？我说的不对吗？倒也不是不对，我和楚萧算是从小就认识吧。他是几位皇子里面我唯一聊得来的。我以前就觉得他很聪明，也很低调，更重要的是没什么皇子的架子，所以他即便他是皇子，我们身份不同，我在心里面依旧把他当成是我的朋友看待。只不过3年前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失踪了几回来之后就跟变了个人似的。确实和3年前不一样，3年前身受重伤，只能任由他欺负的时候多可爱啊，现在整个人冷冰冰凶巴巴的，不苟言笑不说，还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都不知道他心里面在想什么，一点都不可爱了。
你说他怎么就那么想不开呢？居然不要命的跑去打仗，入了军营，还是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军官做起。当时觉得他一定是疯了，谁想到他还真就做出了成绩，最后有了如今的权势和地位。韩月明说起这事儿，语气中透着股郁闷，同时还有些替楚萧高兴。天哪！我好几天没吃到像样的东西了。说完，韩月明便兴奋地吃了起来，吃了2口，发现穆子言也在吃。你怎么也在吃？韩月明问道。这么多吃的，不吃完太浪费了。你说的也对，这么多的我一个人肯定吃不完，那你多吃点，这些都不错的。最后2个恶鬼吃撑了，纷纷倒在地上拍着肚皮，十分的慵懒。对了，还没问你这小太监叫什么名字呢？韩月明吃饱了才想起来问穆子言的名字。我叫小木子。小木子，我记住你了。韩月明说。等过了这3个月，本少爷熬出头了，一定不会忘了你这顿饭的。韩公子说的这话可是当真？自然当真，我韩月明岂是言而无信之人。这个韩月明看着有些孩子气，但好像应该是个讲义气的人。瞧他现在和他一个太监有说有笑的，也不似一般公子哥那么世俗。那下次你进宫来的时候，可不可以帮我带一套银针过来？穆子言说道。银针？什么银针？你想要干嘛？我被卖做太监前学过一些针灸之术，虽然只是皮毛，可是我一个小太监在这王府里头磕了碰了也不好都找大夫看呢，药也吃不起，倒不如自己针灸一下来得方便。但王府之内也没个卖东西的地儿啊。你说的有道理，一个小太监你也拿几根银针做不了什么坏事，最多也就给自己扎上几针吧。那好吧，我记下了，有机会给你带过来。韩月明答应道。对了，韩公子和靖王殿下是好友。听到张口闭口叫人家楚萧，言语中还透着股亲昵劲儿。好友？韩月明苦笑。有什么好笑的？我说的不对吗？倒也不是不对，我和楚萧算是从小就认识吧。他是几位皇子里面我唯一聊得来的。我以前就觉得他很聪明，也很低调，更重要的是没什么皇子的架子，所以他即便他是皇子，我们身份不同，我在心里面依旧把他当成是我的朋友看待。只不过3年前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失踪了几回来之后就跟变了个人似的。确实和3年前不一样，3年前身受重伤，只能任由他欺负的时候多可爱啊，现在整个人冷冰冰凶巴巴的。不苟言笑不说，还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都不知道他心里面在想什么，一点都不可爱了。你说他怎么就那么想不开呢？居然不要命的跑去打仗，入了军营，还是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军官做起。当时觉得他一定是疯了，谁想到他还真就做出了成绩，最后有了如今的权势和地位。韩月明说起这事儿，语气中透着股郁闷，同时还有些替楚萧高兴。你这次是怎么得罪他的呢？穆子言问道。说起这个事儿我就来气啊！你说他一个大男人，不仅也20好几了，还在军营里待了2-3年。作为朋友，我为他着想，把清渊阁月牙姑娘给弄到他房里去了，想着给他个惊喜。是他怎么着？清渊阁不是妓院，是文人骚客喜欢去相对清雅之地。姑娘们平日里只是卖艺不卖身的，若是哪位公子看上的，出了高价，也得姑娘自己同意才能把人带走。他怎么了？听起来韩月明做的事情也没什么毛病啊。他把人家水灵灵的月牙姑娘当做刺客了，差点没当场把人脑袋给割下来，把人好端端的一个姑娘吓得花容失色的。韩月明对此欲哭无泪，最后他还治了我一个未经允许就把闲杂人等带进他房里，一图图谋不轨的罪名。韩月明觉得很是冤枉，很委屈。穆子言用同情的目光看了韩月明一眼。还有件事很奇怪。什么事情啊？穆子言很好奇。靖王不仅是拒绝了我送给他的女人，其他的他一律都拒绝了，就连皇上赐给他的美人他也都把人送出去了，听说碰都没碰过。从他回来到现在，就没见他对哪个女人动过心思。如今大家都在猜测靖王是不是身体哪出毛病了。毕竟上了战场，磕了碰了伤了都是正常的事情，搞不好就一不小心伤了内里了。他身体有毛病？不会吧，我记得他是可以站。穆子言认真的想了想，难不成是那之后得的病？谁知道呢？也没有人亲眼见过，大家也都是猜测。但除此之外，当真是想不出其他的理由，让他一个20出头的男人身边没一个女人呢。韩月明说道。穆子言心中不禁想，不会是真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吧？而且还是因为在穆家的时候，那样的话岂不是我的锅？不过就算是我的锅，如今他这样报复我，我好像也没必要内疚了。韩月明看了看天色，不行，我得走了，天快黑了，一会儿点名了我就会被发现了。我买通了和我一起值班的几个，要是露馅了，我们几个就一起倒霉了。说完，韩月明赶紧站了起来，整了整衣衫，连道别的话都来不及跟穆子言说，匆匆忙忙的就离开了。我也该回去了，不知道朝露有没有找我。穆子言回到庭院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而朝露还真的就在找他。你跑哪儿去了？朝露很生气地质问穆子言。我刚刚肚子疼，上茅房去了。去了那么久？朝露问。是啊，所以是闹肚子嘛。闹肚子有时候时间长，有时候时间短，不好说，不好说啊。殿下回来了，召你过去。是，奴才这就去。穆子言满口答应，吃饱了，有力气了，
有力气了才好应对楚萧的各种刁难。穆子言走到房门口的时候，定了定，酝酿好心情，做好心理准备，一会儿进去了，还得继续装孙子。参加殿下，奴才来迟了，请殿下责罚。穆子言一进门先认错，反正不管他做什么，楚萧都会刁难他的。那边的衣服去洗了。楚萧面无表情地说道。衣服？穆子言往楚萧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旁边放着好几件衣服，是不是楚萧的不知道，但都挺脏的。是，奴才这就拿下去洗。穆子言答道。洗就洗，我只负责洗，至于洗得干不干净就不管了。不用拿下去，就在这里洗。穆子言才看到，原来在旁边还摆放着木盆、搓衣板、皂角以及装着水的水桶。奴才怕把殿下的屋子弄脏了，在王爷的殿下里洗衣服，真是闻所未闻。弄脏了你再弄干净，很好解决的问题。你个混蛋！穆子言心中暗骂，这分明就是不让他休息的节奏啊！白天楚萧不在，他还能偷个懒，现在他盯着自己了，自己肯定是偷不得懒了。穆子言苦哈哈的开始洗衣服。穆少爷洗衣服的本事好像退步了不少。楚萧道。以前手劲很大的才是，我们现在都不行了。殿下恕罪，奴才再加把劲儿。穆子言垂着头说，不就是为了洗掉他的衣服，把他的衣服给扒了，然后搓了他一通吗？真记仇。哼。穆子言埋头洗衣服，1刻钟过去了，半个时辰过去了，1个时辰过去了。此时他装模作样的洗衣服，看着挺卖力的，实则没用多少力气。这时候外头进来一个小太监，看服饰级别好像比一般的小太监要高些。这太监一进门就看到了在门口洗衣服的穆子言了，很是惊讶，但是出于奴才的素养，不该问的绝对不能多嘴，主子的事情不能管。小太监再惊讶也只能藏在肚子里。三殿下，这是皇后娘娘让奴才拿过来让您过目的，这上面都是娘娘亲自挑选优秀的皇子妃人选。小太监回过神后去到楚萧的跟前儿，楚萧拿过那帖子粗略地翻了翻，嘴角勾起一抹笑。这一笑那真是好看极了，他是那种即便是凶神恶煞的时候你依旧觉得他很好看的人，一旦露出了笑容就别提有多瘆人心魂了。你回去回禀母后，儿臣谢过母后的关心，儿臣定会好好挑选。楚萧说道。是，奴才记下了，奴才这就回去禀报皇后娘娘，奴才告退。那太监没说什么，带着楚萧的回信走了。过了。穆子言正埋头洗衣服呢，听到楚萧的话愣了一下，然后抬头看了看四周，发现房间里面就只有他和楚萧2个人了，所以他是在跟我说话了。穆子言起身，殿下有何吩咐？过了，看这个。楚萧说，让我去看？他那么厌恶自己，干嘛让他去看那东西啊？而且这上面写的不是他未来老婆的人选吗？让我看干嘛？穆子言翻看开来，入眼第一个名字就是定国公府的小姐，什么芳龄15，琴棋书画有多厉害，素有贤德美名之类的。旁边还有一张小画像，看着是个大美人啊。这些穆子言没兴趣，倒是这定国公府小姐的身份让他稍稍留意了一下。定国公府的小姐，那不就是那个韩月明的姐姐或者妹妹吗？穆子言再往后翻，反正就是张家小姐、李家姑娘的，个个都很出色的样子，清一色都是美人。所以楚萧到底想让我看什么呀？穆子言迷迷糊糊的把帖子还给了楚萧。你觉得本王应该娶哪一个？楚萧问穆子言，穆子言眨巴眨巴眼睛，是怎么了？尊贵的靖王殿下居然在问我的意见？不可能吧，我们的关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友好了？奴才觉得都不错，这些小姐对奴才来说都是天仙式的人物，奴才这样的身份不敢妄自评论。穆子言还是小心的回答着，谁晓得楚萧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本王差点忘了，你对女人没兴趣，你对男人才有兴趣。楚萧笑了一声，这是如今的你，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你都轻薄不了，可惜。奴才。穆子言装模作样的哽咽了一番，自己如今的处境真是闻着伤心，听着流泪呀，一副伤心委屈又不敢表达出来的窝囊样，真是符合了穆子言如今扮演的角色。穆子言自己都没有发现，原来自己这么有表演的天赋。明日你随本王出府一趟，如果遇到了册子上面的女人，你就想办法惹他们不高兴，让他们讨厌你。啥？楚萧这句话里头有3个重要的信息。第一，他明天要出府一趟，而我可以跟着一起去。第二，他们有可能遇到这册子上面的女人，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楚萧有这样的断言。第三，他要我明天去招惹这些很可能成为他未来靖王妃的女人。
不知道是个什么心思。出王府去，那自然是好的呀。穆子言满心盘算着要怎么逃走。楚萧这次出门没带多少人，除了他以外还有一个侍卫，然后就没有别人了。穆子言心喜，他带的人少，他才有逃跑的机会啊。很好，机会要来了。穆子言没高兴2分钟，因为到了王府门口，他发现门外头等着好多人。靖王殿下，一位打扮的风雅的公子走了过来，对着楚萧行了行礼。男人一身月白色的长袍，腰间是镶了羊脂玉的腰带，看起来很淡雅，但看得出来这人身份也不低，也是能和楚萧混到一起去的，肯定是有钱有势。楚萧微微点头，并未说什么。在这些人面前的楚萧端庄稳重优雅，和穆子言所见根本不是同一个人，所以他对别人还是很有礼貌的。只是到了他这里，因为过往的仇恨值太高了，所以他才是那副模样。另外2人也走了过来，其中一人穆子言认得，正是昨天和他患难与共的韩月明。韩月明见到跟在楚萧身旁的穆子言，也稍稍愣了一下，但是他什么都没有说，他可不敢让别人知道自己昨天在王府的厨房偷吃东西。靖王殿下，我已经在福月楼定好了位置了。另外一个身穿淡紫色衣衫的男人说道。楚萧又点了点头，然后上了这些人准备的马。穆子言现在知道了，这公子哥3人每人分别带了2个随从，看起来都是练家子。穆子言还在愣神儿，却见身边的一个个都已经骑上了马，然后大家都齐齐看向他，主要是楚萧在看他，所以其他人也跟着看了。然后穆子言发现旁边还有一个坐骑空着，等待主人来驾驭他。只是这只坐骑和旁边的都不太一样，虽然都是一个头4只蹄子，但很显然和其他人骑的不是一个物种的马，因为那是一只驴。哇，你怎么混进来的？穆子言眨眨眼，很是困惑地看向韩月明他们。坐骑是他们带过来的，他们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们之中混进了一个叛徒？靖王殿下说他身边有个奴才喜欢骑小毛驴。在所有人都沉默不言的时候，韩月明看在一饭之恩的份上，帮忙解答了一下穆子言的困惑。其他2个公子捂嘴，想笑没敢笑出声，怕惹来楚萧的不痛快。谁也不知道楚萧的内心打的什么主意，所以不敢轻易表露出喜好来。韩月明其实很想笑的，可一想昨日和穆子言一顿饭的交情，自己这样好像有点不太够义气了，所以这是楚萧的要求，好吧，心疼自己2秒钟，然后翻身上驴。驴子耐力好，但是跑不快，要不然倒是可以考虑一下，等一下直接骑马。逃跑的骑驴的话还是算了，肯定跑不过他们这些骑马的，没有一点胜算，放弃。好在今天他们是在城里头走，本来就是逛吃逛吃的节奏，不需要有多快，就是别人看着他们的时候眼神都有点诡异。一群高头大马之中混进去了一只小毛驴儿。穆子言本身也没有其他人那么人高马大的，这一下差距更明显了。穆子言腹诽，本少爷长得也不赖，以前我走在大马路上，有路过的姑娘看我看得脸红的，如今我只能受到别人好奇以及嘲笑的目光了。唉，好可怜。楚萧，你呀是不是怕我抢走你风采，故意给我穿成这样的衣服，骑这样的坐骑啊？没错，一定是这样。好不容易到了福月楼，楼里的掌柜的亲自出来把几位公子迎上了楼。穆子言从他们言语中得知，那个月白色衣服的是钟永侯的公子陆正远，而那个淡紫色衣服的是武义侯的公子薛其伟。2个侯府公子加一个公府世子，分量确实够重。穆子言发现以上3家都是在昨天册子上出现过的，而且都是放在比较靠前的位置。韩兄，你今天怎么这么安静，不符合你的性格？陆正远问道。韩月明不言，反倒是拿眼睛瞪了一眼问这个问题的陆正远。正远，你刚回京城不知道，月明最近干了件蠢事儿，这会儿正受罚呢。韩其伟笑道，说着拍了拍韩月明的肩膀。我说月明，你就别生气了，萧兄对你已经算好，要是换做别人，还不得治个图谋不轨的重罪？你以后要长点记性，给萧兄送人是好事，但你光明正大的不好，别鬼鬼祟祟，谁还会送给他女人？韩月明不爽地说道。陆正远和薛其伟很是尴尬。对了，萧兄，这个小奴才是哪儿来的？长得真精致。陆正远正想转移话题，缓解尴尬的气氛，捡来的。楚萧答道，明明是抢来的。哼，穆子言腹诽。捡来的？陆正远满心的好奇，可是看了看楚萧，又不敢继续追问了。正在这时候，一身鹅黄色裙衫的可爱女子踮着脚快步朝他们走了过来。哥哥，你怎么也在这里呀？女子走过来对着陆正远说道。莲儿，不得无礼，萧兄在这里。陆正远正色道，然后转头对楚萧说，萧兄，这是舍妹陆蕊儿。陆蕊儿忙朝着楚萧看了一眼过去，见了一个极为俊美的男人，一阵脸红心跳，赶忙垂头。
见过萧公子。楚萧浅浅地答应了一声，然后他看了一眼穆子言：“小姐请坐，小人给你上茶。”穆子言说。陆蕊儿正尴尬着，见有人让自己坐下，心下一喜，开心地坐下。然而他还没高兴片刻，一壶茶水便浇了下来，从他的衣领一直浇到了裙摆上。陆蕊儿尖叫出声，那茶水虽然不是刚烧开的，有些温热，不会烫到人，可这是当着众人的面被人浇了一身，就算是凉茶也不行啊！陆蕊儿的胸前湿漉漉的，模样甚是狼狈。你这奴才做什么？陆正远呵斥道。穆子言垂着头，一言不发。他也不想对这么娇滴滴的跟花似的妹子下手啊，他也是听命于尊贵的靖王殿下的。所以美人儿，别怨我，少爷我也是身不由己啊！韩月明和薛其伟也很是惊讶。哥。陆蕊儿哭得梨花带雨，十分的可怜，同时他又用委屈的眼神弱弱地瞟了一眼楚萧，寄希望与楚萧能够看他一眼，奈何他的希望落空了。楚萧老神在在的喝茶，好像注意到了又好像没注意到，甚至他的脸上表情压根没什么变化。陆正远心疼妹妹啊，殿下，这奴才可否交给我来处置？等了半天，楚萧终于开口了：“奴才该死，奴才该死！”穆子言忙道：“混蛋，明明是你让我做，他一副没事人的样子，可恶！”陆家小姐什么身份？你什么身份？你怎好弄伤了她？楚萧说道。弄伤了，说也是无济于事了。陆兄，你先带陆小姐去处理一下，这副模样，要是让外人看了，有损你侯府的名誉。至于我这奴才，我会好好处罚他的。楚萧一番话给了陆家兄弟一个交代。穆子言心里苦啊，这陆家兄妹就这么让我给得罪了，这以后只要被他们逮住机会，就不会给我好日子过啊！楚萧，你丫够狠的。陆正远看了看狼狈极了的妹妹，觉得楚萧说的在理，先带妹妹去处理。那我先带蕊儿下去了，萧兄、韩兄、薛兄，我先行一步。说完，陆正远带着陆蕊儿离去。穆子言退到一旁，小心翼翼地瞄了一眼楚萧此刻的表情，只见他一脸的风轻云淡，神情和之前没有丝毫的变化。明明是罪魁祸首，却装得跟个没事人似的。佩服佩服，皇子殿下不愧是人中龙凤。过陆正远兄妹的事儿就算是过去了。韩月明突然指着外面的桃花林问薛其伟：“对，那个不是你堂妹吗？”薛其伟忙点头：“是啊，是我的堂妹。怎么这么巧？看样子是和他的朋友一起来赏桃花的。”穆子言也朝他们看的方向看过去，果真瞧见一个娇滴滴的美人儿。穆子言想，这薛家姑娘比陆家姑娘要聪明啊。陆家姑娘直接过来邂逅了，薛家姑娘只是从楚萧的视线范围内路过，混个眼熟。你让我得罪这些姑娘，这薛家姑娘人没过来，不能怪我了吧？小木子，去把薛小姐请。楚萧说：“我可以骂人吗？”听到这话，薛其伟眼睛一亮，面露喜色。刘恒，你跟着一起去。刘恒就是他带出来的那个侍卫，看得出来是个高手。跟着一起去的话，穆子言想要逃跑就很困难了。估摸着楚萧是这个打算。我也一起去吧。韩月明站了起来，主动请缨道。楚萧没什么意见，没说什么，由着韩月明自己去。小木子，你刚才怎么回事？走在路上，韩月明同穆子言小声嘀咕道：“我也不想啊。”穆子言答道：“总不能告诉他是受了某位皇子殿下的指使，把他的未婚妻人选弄得狼狈不堪吧？”你小心点啊，陆家可不是好惹的。那个陆蕊儿以后很有可能成为靖王妃，那你可就惨了。还有你一会儿去见的薛家大房子的大小姐薛佩佩，是薛其伟的堂妹，也是靖王妃的人选之一。你这回可要小心点，别再把人开罪了。韩月明特地跟出来，就是为了交代穆子言几句。穆子言听在心里很是感动的。昨天自己其实也没有帮到韩月明什么，真是个单纯的男人啊！只可惜我注定是要得罪那位薛大小姐的。还有啊，这个你拿着。韩月明小心握住了穆子言的手，在两人的袖子里面将一包东西塞给了穆子言。穆子言一拿到手，立马知道这是什么了。这是他之前拜托韩月明帮自己找的银针，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找好了，还戴在了身上。我也只能帮你到这儿，这就足够了。大恩不言谢，韩大公子这份恩情我一定会记得的。对了，你那个堂妹没有一起来吗？我才干不出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我还嫌3个月的时间不够长吗？你不带来就对了。穆子言打心底里感激韩月明的这一举动，这样他就可以少对付一个了。到了桃花林，那位一身粉色罩纱裙衫和旁边的桃花一样鲜艳娇嫩的薛小姐立马就过来了。韩公子，您怎么过来了？薛佩佩忙问。他肯定知道韩月明今天和他堂哥以及靖王在一起的，这话是明知故问的呀。楚公子让他这位仆人来请你去福月楼，你堂兄也在，我觉得这边桃花好看，远看不过瘾，就跟着一起过来看看了。韩月明答道。一听是楚萧让人来请他过去的，薛佩佩的脸上立马飞上2朵红月。多好看的人啊，多美的姑娘啊，为什么非得做这辣手摧花的事儿呢？
小人小木子奉主子的命令，特来邀小姐楼上雅间一叙，不知小姐方便与否？方便的。薛佩佩想都没想，含羞答应了，眼神中颇有几分迫不及待的意思。楚萧的魅力真是够大的呀，不仅身份地位，单单就是他这副好皮囊，也足够让众少女为之茶饭不思了。愚蠢的人类，你们不知道这家伙有多可恶。那薛小姐，请随小人来。穆子言也没别的选择呀，还是乖乖的把人给带过去吧。他甚至能感受那一道从远处福月楼上投射过来的目光，时刻注视着自己的一举一动，自己稍有些不对，他都能看在眼里。穆子言领着薛佩佩上了福月楼的雅间，一进到屋子里，薛佩佩的头就低着，偶尔抬起来一下，也在目光接触到楚萧之后，很快就低回去了。穆子言在旁边看得分明，薛佩佩在哪儿害羞，楚萧却是一眼都没看过他。薛佩佩感激地看了一眼自家堂哥，然后小心往座位上走去。穆子言看准时机，跟在薛佩佩的身后，一脚踩在了薛佩佩的裙子上面，然后就发生了非常不好看的一幕。薛佩佩扑通一声摔在地上，正面着地，怎么一个狼狈可以形容得了的？花似的美人儿，这一摔可不小啊！薛七伟惊了，韩月明也惊了，犯2回这也太过分了吧！像穆子言这么明显的犯错，那在大宅门里头是绝对活不到成年的。薛七伟将薛佩佩扶了起来，只见薛佩佩的额头磕红了，之后可能会起个大包，精致的妆容有些凌乱了，头上的簪子也掉了一个。小木子，你怎么回事？怎么这么毛手毛脚？小人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是被逼的。我要是故意要害人，怎么能这么明目张胆呢？这不是给自己找死吗？问题是楚萧就是想让我找死啊，我只能怎么愚蠢怎么来啊。薛兄怎么说呢？楚萧悠悠地说道，虽然是小木子冒失，但舍妹不小心也有一定的责任。薛其伟道。薛其伟的态度和陆正远正好相反，看起来他要比陆正远更聪明一些。那小木子你怎么说？你今日连犯2次错了，奴才知错，甘愿受罚，都是借口，都是借口，都是借口。身为下人居然让薛小姐摔了，就先摔3次作为惩罚吧。楚萧说得很轻巧的样子，摔3次，问题是怎么摔？原地摔吗？刘恒，把小木子从这窗户摔下去，然后从下面捡回来，摔个3次以示惩罚。楚萧对刘恒说道。从楼上摔下去，这是2楼啊喂，还有捡回来再摔，那摔3次之后还不得成肉饼啊？要不要这么狠啊？韩月明一听也觉得楚萧这过了。萧兄，小木子这小身板经不住这么摔的，不说摔3次，就是1次估计就是半条命。小木子做错了固然该罚，但是你这罚的……你对我的惩罚有意见？楚萧抬头和韩月明对视，楚萧的眼神让人后背发凉。被楚萧这么一看，韩月明有些心虚。楚公子，薛佩佩缓过劲儿来了，小心翼翼地开口：小木子他不是故意的，我也没有大碍，还请楚公子饶小木子一命吧。我和舍妹的看法一致，小木子固然有错，那既然是无心之失，还请萧兄息怒。薛其伟跟着说道。楚萧好半天没说话，让众人都猜不透他心里面在想什么。半晌，既然薛小姐都替你这奴才求情了，那就先不罚你了，等回去后再打你几板子以示惩戒吧。小木子，还不快谢谢薛家公子和小姐？是，奴才谢主子不罚之恩，谢薛公子、薛小姐、韩公子的大恩大德。谢楚萧是假的，谢薛家兄妹和韩月明倒是真的。萧兄，舍妹受惊，我想先带她回去了，还望萧兄见谅。薛其伟禀明道。楚萧点了点头，薛其伟便带着薛佩佩离开了。这俩人一走，韩月明眯起了眼睛盯着楚萧看。没错，他觉得事情不太对。小木子不像是那样粗心大意的，就算是不小心出了1回岔子也差不多了，哪有这样连续出2回的？若是小木子是故意的，那小木子是一个小太监，他与陆家人、薛家人无冤无仇的，为何要得罪他们？还有就是楚萧的态度，他一开始就好像真的要重罚小木子，可是经过他们一劝，竟然就这样放过小木子了。他是这么好说话、这么听劝的人吗？就算大的惩罚没有了，按理说当着人家薛家兄弟的面，小的惩罚总该还是要有的吧？你就这么不喜欢女人？看了楚萧好一会儿后，韩月明终于问出了一个藏在他心里面已久的问题。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楚萧，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的身体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如果是别的臣子这样和楚萧说话，那一定是大不敬。但是韩月明不同啊，他是真的出于对楚萧的关心才会这样问的。看得出来，楚萧虽然看着冷冷淡淡的，但是他对韩月明的包容还是很大的。楚萧眯起眼睛，
视线落到了穆子言的身上。被注视的穆子言一脸茫然，他和韩月明一样，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想知道皇子殿下的某个地方是不是真的出了什么问题。但是皇子殿下盯着他看干嘛呀？难不成还关他的事？真的关他的事情？还真的关他的事情啊？你该不会是……韩月明被自己脑海之中冒出来的想法给吓坏了。楚萧该不会是浩南风吧？然后这小木子就是他的那个……楚萧，你不能这样，你这样是不对的。韩月明急了，不管楚萧是不是把他当成朋友，他心里面是把楚萧当成朋友的，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好友踏上不归路。虽然不知道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但请你收起你奇怪的想法。我有没有奇怪的想法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做什么奇怪的事情。韩月明越想越着急，越着急就越要说。我在做什么我知道。楚萧回答并没有要太多解释的意思。不是楚萧，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真的不喜欢女人？韩月明，你是做护卫脑子做坏了。楚萧眯着眼看向韩月明，这小子居然问他这种问题。他不喜欢女人，难道和穆子言这个色魔一样喜欢男人吗？楚萧，现在不是我脑子烧没烧坏的问题，是你有没有问题啊？这关系到你终身幸福的事情啊！韩月明气得直跳脚，怎么他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楚萧还在给他装糊涂啊？那我告诉你，就算你有问题，我也不会有问题。楚萧回答说。穆子言在旁边看着听着，有些好笑。韩月明着实可爱，估计满朝上下也就只有他小子会指着楚萧这么大呼小叫的了。是三弟在里头。见过大哥。楚萧不卑不亢地说了一句。三弟不必多礼。瑞王笑着走到了楚萧的对面，此时的韩月明早已站到了一旁去了。三弟今日怎么这般清闲逸致，竟到这福月楼来喝茶了？近几日桃花开得正好，从这儿正好可以看见这一片桃花林。这个楚萧几年前还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角色，见了本王都是垂着头，一副唯唯诺诺的，且他文武上都是成绩平平，唯有这副皮囊是真的惹眼。但生在帝王家，有一副好皮囊并没有什么用，父皇不会因为他生得好看就对他另眼相看，满朝文武也不会因为他生得俊俏而觉得他是储君之血。加上他母妃也没什么本事，空有一副倾国容颜，这母子二人就是皇宫之中的两个花瓶罢了，不足为惧。谁曾想3年前他突然转了性，更是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到了如今他都无法小觑的。不是如今的他才是真实的他，那过往那些年本王可真是被这小子给骗过去了。如此之人谁会相信？反正楚叶是不信的。我的好三弟啊，打你回京，大哥就没有机会与你好好叙一叙。几次碰面都是当着大家的面匆匆一瞥，看样子此处的桃花是真的好看，比我的府上要吸引三弟的多呀。楚叶道。看三弟这般悠闲，大哥我是羡慕的很呐。大哥最近琐事缠身，不似三弟这么清闲。大哥说笑了，我原本的差事已经做完了，如今并无差事在身，自然是每日都是很清闲的。楚萧答道。那大哥真是羡慕三弟了。大哥如今忙着父亲交代的差事，整日忙得晕头转向的，难得今日休沐才得了空隙，可以出来走动走动，这么巧遇到了三弟。楚叶笑道。楚叶如今奉命掌管着户部的事务，自然忙。户部主管税收财政，皇上把户部交给楚叶来掌管，是对楚叶的重视。楚叶这哪里是在羡慕楚萧，分明是在跟楚萧炫耀。大哥能者多劳。三弟可知道那玄道大师的大弟子来了京城了？楚叶又道。父皇还请他去家中做客，不仅如此，我也请了他，他也答应。待从父皇那里出来，便去我那里小叙。玄道大师。楚萧的表情这时才有了些微动。玄道大师是何人，恐怕没有人不知道。此人神出鬼没，神龙见首不见尾。先帝时期辽夷大战，大魏曾一度被打到溃败，直到此人出现，帮助先帝反败为胜，成就了大业。韩月明听后也很惊讶，那玄道大师的弟子竟然答应了瑞王的邀请，要去瑞王的府上，那是不是意味着他答应辅佐瑞王？韩月明担忧地看了一眼楚萧。穆子言低着头，心中想的和其他人都不太一样。师兄也到京城来了，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和师兄碰一面呢？师兄在外有些好名声，在朝堂之上也有几分薄面的，若是他出面，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救我出苦海呢？可喜可贺。穆子言发现了，这个瑞王白长了楚萧这么多岁数，可是论稳重，他是一点都不及楚萧的。后面瑞王还同楚萧说了些什么，穆子言就没有仔细听了。反正总有一种瑞王在唱独角戏的感觉，就连最后瑞王是怎么离开的，穆子言都没有注意到。奴才不会，能换别的吗？什么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啊？饿着肚子的话就什么都做不了，还管他尊严不尊严呢？我就是这个没骨气的人。别的说来听听。其实我也不知道能换成什么，要不我学猫叫？猫叫？那你叫来听听，本王听听是否像。喵喵喵。
为了吃的，穆子言真的是豁出去了。楚萧用惊诧的目光看了看穆子言几秒钟后，然后笑了。有那么好笑吗？没听过猫叫吗？半晌，楚萧笑够了，手一抬对穆子言说：坐下。坐下是可以吃的意思吗？猫叫2声就有吃的了？穆子言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楚萧。你是在等本王反悔吗？楚萧道。穆子言闻言连忙坐下，不管3七21，抓起吃的就往嘴里塞。要早知道学猫叫可以换来一顿饱餐，他早叫了。别说学猫叫了，学狗叫都没有问题。没办法，他就是这么没底线的人。吃饱喝足的穆子言开始思考，今天晚上要怎么样才能去到隆德殿见到大师兄。小木子，殿下让你今晚去隆德殿伺候。刘恒道。隆德殿是什么地方？穆子言问道。陛下今日宴请了凤先生，并请了众位皇子和几位大臣作陪，宴席设在隆德殿。刘恒回答道。啊，那岂不是可以见到师兄了？穆子言心头一喜，他本还琢磨着要如何才能见着师兄呢。难不成老天开始同情我如今的遭遇了？我要转运了。不过楚萧这种场合要带上我，肯定不是因为宠幸我，而是让我难受吧。别人吃着我看着，别人坐着我站着。不过就算是这样，能见到大师兄就是极好的。是，我知道了。穆子言乖乖应下，不答应才怪，本少爷高兴着呢。唉，也难怪当年我见了他要忍不住调戏一番了。所谓食色性也，美色当前，我的理智难保啊。然不理智终归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不现在报应不爽。穆大少爷骨子里挺适合做奴才的。谢主的夸奖，本少爷现在不和你计较，等本少爷跑出去了，你再大的脾气也没地方发泄了。要是在宫宴上犯了错，本王也保不了你。奴才自当小心行事，你只要不给我使绊子，我就阿弥陀佛了，哪里还敢奢求你保我呢？急进门，身旁的金管家又一次叮嘱：跟在王爷身边，小心伺候着，莫与旁人攀谈，莫多言，莫多行，不可正视殿内的任何人，明白否？这次皇上除了邀请玄道大师的大弟子，还有定国公和魏国公等几位重臣，还包括楚萧在内的几位皇子。穆子言跟在楚萧的身后，楚萧入座后，他就在他身后不远处的地方站着，随时待命。三哥，你先前可有见过那人？男人突然开口与楚萧说话，此人便是穆王楚墨了。果真如传闻那般，温文尔雅，温润如玉，谦谦公子。看看人家，这才是皇子该有的气质和风度吧。楚萧，你这么小气，对过去的事情这么斤斤计较，跟人家穆王一比，就差到天边去了。没有。楚萧回答言简意赅。我也没有见过，倒是听人家说了不少，若是此人能为父皇所用，必是我大魏之幸。忽然所有人的声音都消失了，四下里一片寂静。师兄不愧是师兄啊，在这种地方碰到这样打扮的自己，师兄竟然有一瞬间的诧异，而且脸上从始至终都没有表现出异样来。皇上驾到！皇上来了。吾皇万岁！众人起身道：众卿平身，今日小宴，闲话家常，不必拘谨，都入座吧。凤先生此番到京城来，是为了何事啊？草民是来寻人的。寻人？凤先生寻的是何人？姓何名何？朕兴许可以帮上忙。皇上道：多谢皇上厚爱，只是这个人草民必须要亲自寻得。凤舞的眼神中隐约有些哀伤，似有些难言之隐。望皇上恕罪。皇上见凤舞有难色，便也不强求。也罢，若是凤先生哪日想要朕帮忙，再来见朕便可。皇上对凤舞的态度甚好，一来是看在玄道大师的面子上，二来也确实是欣赏凤舞的才华。凤先生，这几个便是朕不成器的几个儿子。皇上向凤舞介绍自己的几个皇子，从瑞王开始。是瑞王明业。凤先生。楚夜起身给凤舞敬酒。上次见面匆匆一别，没能与凤先生好好聊聊，今日终于有这机会了，我先敬凤先生一杯。楚夜对凤舞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来，相比之下，凤舞的态度就冷淡了很多。他很有礼貌地起身喝了一杯酒，并对楚夜道了声谢，然后坐下。叶儿与凤先生见过了。皇上问道。是的，父皇，前几日儿臣偶遇凤先生，不过当时凤先生有要事要做，匆匆别去，儿臣便邀请了凤先生改日到儿臣府上再来一叙。如此甚好，叶儿要多与凤先生学习。皇上笑道。是，儿臣一定会的。楚夜很高兴地回答道。这个瑞王真是一点都不知道收敛为何物啊。穆子言心中感慨道。那儿臣也敬凤先生一杯。穆王楚墨也起身，端着酒杯对凤舞说：凤先生文韬武略，今日能目睹凤先生的风采，朕乃三生有幸。穆王客气了。凤舞微微点头，将杯中酒水饮尽，有礼却淡漠。还有几个不出彩的皇子也纷纷给凤舞敬了酒，凤舞都一一应过，没有厚此薄彼。
剩下还没有给凤舞敬酒的就只有楚萧了。看他迟迟没有动作，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到最后大家都在看他了，就连皇上都看向楚萧了。楚萧这才缓缓地举起酒杯，还以为他要给凤舞敬酒了，结果他自己一饮而尽。他什么意思啊？放下空空荡荡的酒杯，楚萧才慢悠悠地说道：这酒是宫中御酿，父皇珍藏的好酒，酒劲儿足，平素里就连我们几个皇子想喝，那也得须得了父皇的恩赐才有这机会。今日沾了凤先生的光，我才可以喝这御酿，喝个痛快。听楚萧说了一通，众人先是愣了一会儿，然后皇上笑了起来。看似漫不经心的几句话，却是说到皇上心坎里去了。穆子言在心中大翻白眼，你个狐狸，狡猾吧？说了半天这酒有多好，多难得才能喝上，不就是想说皇上有多重视凤舞师兄吗？凤先生莫怪，趁着三子在军中待了些日子，回来就有个酒鬼的毛病，盯上朕这御酿很久了。先前朕问他要些什么赏赐的时候，他便指明要这酒，朕便让他搬了几坛去。皇上笑着说，语气轻松，闲话家常一般。靖王骁勇善战，用兵如神，乃是我大魏之幸。凤舞道：凤先生谬赞了，小儿的这些本事和你师父比起来，便不值一提了。穆子言腹诽：皇上，你为了夸人，真是连自个儿亲儿子都要用来做陪衬的。说楚萧不如师父其实过了，师父之前同我议论过楚萧打的那几场仗，师父说就算他去也未必做得到楚萧那样，可见楚萧的军事才能有可能在我师父之上。听到凤舞这么夸奖楚萧，皇上面露欣赏之色，而其他有几个人的脸色就不那么好看了。草民乃是据事实而说，没有半分要奉承靖王的意思。凤舞道：陛下，辽夷虽然暂时撤兵，但其亲我大魏之心不死，3年内定然再犯。望圣上早做打算，莫要辽夷得了先机。凤舞无心朝事，唯不愿见到边境百姓饱受流离之苦，不愿将士埋骨他乡，不愿无数家庭痛失亲人。凤先生心系苍生，为之苍生之幸，如此为何不帮朕一同治理这天下，为万民谋福，为苍生谋福呢？皇上感慨道。凤舞目光微沉，神色漠然。皇上恕罪，草民心中有结。若草民此生有幸寻得那儿，届时皇上还不嫌弃草民便来这京城皇宫，求皇上给草民一官半职，让草民敬畏皇上，为苍生尽绵薄之力。凤舞的话勾起了在场所有人的强烈好奇心。既然凤先生如此说了，那朕也不强人所难了。祝愿凤先生能够早日寻得那人，不管什么时候，朕都随时欢迎凤先生的到来。对了，你师父近来如何？朕已经有很多年没见他了。说来惭愧，草民也有好些时间没有见过家师了。凤舞答道：家师近年来多隐居，他说年纪大了，红尘俗事他也插不上手了，还是山野生活更适合他些。还是你师父好啊，得了清闲，便可以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皇上叹息道，目光幽深，似乎回忆起了很多年前与宣道大师一同御敌的日子。凤先生，楚夜又站了起来，问道：听说凤先生还有一位师弟，不知他现在在何处呢？草民的师弟。凤舞微微瞄了一眼穆子言，我的师弟生性不羁，我和师父都拿捏不准他，此刻我也不知晓他在何处。真扫兴。楚夜没问到想问的，失望地坐下。其他人还陆陆续续问了凤舞一些问题，凤舞一一答之。而后奏乐声起，一群舞姬涌入了殿内，顿时殿内就热闹了起来，大家的拘谨也稍稍褪去了一些，各自谈话、喝酒、吃东西。小木子来倒酒，这是酒鬼吧？他酒量这么好。这御酒的珍贵你可听见了？楚萧一边品酒一边悠悠地说道：奴才听见了。赏你的。说着，楚萧将他喝了一半的酒壶放到穆子言的面前。赏我的？靖王殿下赏我？真的假的？谢殿下赏赐，奴才回去一定好好珍藏。谁让你珍藏了？不珍藏，难道是现在就喝掉啊？穆子言看着眼前的酒壶，这酒是好酒，也是烈酒，以我的酒量，喝着半壶估计够呛。果然他不是真的要赏赐我呀。殿下要我现在就喝？穆子言问道。现在。楚萧给了个肯定的回答。现在奴才还得伺候殿下，现在喝不太好吧？这是奴才应该问的问题吗？楚萧眯了眯眼，现在什么场合啊？他们皇子都不好随便喝多了，我一个奴才居然胆子大到在这种场合喝酒，还把自己喝醉了，那是什么罪啊？直接乱棍打死都不为过，好吧？楚萧啊楚萧，你这是想要诚心害死我啊？穆子言看着眼前的酒壶，这半壶酒很可能就是他的催命符。殿下，这酒奴才不能喝。穆子言思索过后震声说道。理由？奴才酒量不好。殿下，这酒奴才不能喝。穆子言思索过后震声说道。理由？奴才酒量不好，这酒喝下去怕是要醉糊涂了。
如此场合，奴才要是醉糊涂了，怕是要惹祸，奴才不敢给主子添乱。酒量是真不好还是假不好呢？楚萧似有所指的说道：“奴才不敢有所欺瞒，当年的药酒没这酒烈，我喝了小半壶的时候，意识就有点飘了。这个是真的喝不了，我绝对没骗人。”小木子不是应该对酒很有研究吗？不是还会做了什么药酒？楚萧嘴角往上勾了勾：“殿下，药酒补身，酒毒伤身，奴才只知道这些，对酿酒和饮酒实在是没有研究啊，更别说有什么好酒量了。奴才的酒量差，酒品更差。奴才有时候喝酒不是为了这酒的滋味，多是当药用下的，还望殿下明鉴。”穆子言希望楚萧想起来一件事儿，那就是他的药酒确实是药多于酒，有没有效果，他这个亲尝之人是最有发言权的。他当真是没有欺骗他。酒品差是吗？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楚萧悠悠地说道：“回头再学猫叫，这酒就不用你现在喝了。”还学猫叫？他丫的听上瘾了？好，学猫叫总好过在大殿上喝醉了出事儿。真是个阴晴难测的男人，完全看他心情的说，想起来就逗逗你，逗够了就放过。此时德龙殿里已经是一片的歌舞升平，没有人注意到穆子言这个负责倒酒的小太监和靖王楚萧之间的互动，一曲歌舞罢了。这时候楚萧忽然站了起来：“父皇，儿臣有事要禀明父皇。”哦，何事让萧儿这般郑重？回父皇，是关于儿臣的婚事。哦，可是决定了人选？其实儿臣心中早有人选。如此甚好，是哪家小姐？说来听听。并不是哪家的小姐，儿臣3年前遇袭之时，曾得一通晓医术的郎中之女所。在她的悉心照顾之下，儿臣得以康复。儿臣感激她的救命之恩，离去之时曾应允她。他日定回来迎娶她为妻。虽然她不是世家小姐，但儿臣已经许下诺言，便没有反悔的道理。更何况她与我有救命之恩，不可不报。后来儿臣入伍从军，3年戎马，未曾有机会归京，更没有机会兑现当年的承诺。如今终于有机会，儿臣定不能违背当日承诺，娶他人为妻。儿臣斗胆向父皇请命，娶儿臣的救命恩人为妻，求父皇成全。也，穆子言眨巴眨巴眼睛，3年前救他的郎中女儿好像是我哎。他说的那些话，前半部分他完全符合，但是后半部分绝对跟他没什么关系。这不，他回去穆家把我抓进了王府，给他做小太监，所以他是在说谎，100%的扯谎。对皇上说谎，可不就是欺君之罪吗？真敢说呀！楚夜暗笑，还以为三弟学聪明了，没想到还是笨。好端端的要娶什么救命恩人，一个没身份没背景的女人能帮到他什么？还为了这件事情专门向父皇请命。三弟，你怎可如此糊涂？你贵为皇子，怎好娶一个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山野女子为妻，让她做了这靖王正妃？瑞王站起来斥责楚萧道：“是啊，三哥。”穆王也开口了：“救命恩人当报不假，你信守承诺也是应该的，只是未必非得是正妃之位不可呀，许侧妃也可以啊。”皇上也没料到楚萧会这么说，也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既然你已许下承诺，便没有违背诺言的道理。你是朕的儿子，更加不可以。你将那女子的住处告知定国公，让他去带着迎亲队伍去将人迎接过来，以显我皇家对他的尊重。”众人闻言一愣，皇上竟是答应得如此痛快。儿臣谢父皇成全，这是迎亲仪式，儿臣想亲自去做。你要亲自去？皇上想了想，那也好，朕应了你便是。儿臣谢父皇。那真是要恭喜三弟了，皇子妃的人选定了，不日便可喝到三弟的喜酒了。楚夜满脸笑意，楚萧娶个没背景的女人，他是最高兴不过的了。恭喜三哥，可以与自己的意中人长相厮守了。楚墨这话听起来倒是有几分真心实意的祝福。然后凤舞、定国公和魏国公以及其他几位皇子也纷纷向楚萧道谢。穆子言想的是，楚萧要上哪儿搞一个救命恩人跟自己成亲呢？